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跨平台的打包网站服务的一个命令行的应用，它的名称叫做 Pack。它目前有 Windows、Linux 跟 macOS 的版本，并且在 GitHub 上面有开放原始码。Pack 其实它是很常见的 Electron 的应用，但是它跟 Electron 不同的，它的界面是使用 Rust 这个语言的 Tory 框架。跟 Electron 的应用程式来相比呢，它的安装档案的大小一般就是只有2 MB 到3 MB 的大小，比 Electron 动辄80-90 MB 的大小呢减少了非常多。这个 Tory 框架基本上会需要 Node.js 跟 Rust 的开发环境，只要有建立的这2个环境，就可以很简单的建立需要的网站服务了。虽然不太清楚这种使用执行档来浏览网站服务的功能是不是有适用的场合，不过我们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Tory 这个框架到底是有多简单就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建立一个网站服务的应用。在 Pack 的网站上它已经有了很多个打包好的应用程式，比如说 Twitter 这之类的呢，它都已经打包好成各个作业系统相关的执行档了。那今天在我这支影片里面就会介绍在 Windows 里面我们怎么安装它的开发环境也就是 Node.js 跟Rust 的开发环境，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透过这个开发环境自己来打自己需要的网站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做点 IO 啦，或是 Google Keep 就可以透过Pack 来打包。那以下我就先来看一下怎么安装。那这一次的安装会使用 Sandbox 来操作，这样子可以很容易的让大家知道，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是可以透过这几个安装，很快就可以搭建出需要的环境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Node.js 跟 Rust 的开发环境的整个安装步骤。首先已经把安装档给下载，只要把这2个安装档复制起来，再开启 Sandbox 就可以用 Sandbox 来做安装了。好，现在我们来启动 Sandbox。Sandbox 已经启动起来了，接着我们把刚刚复制好的档案给拷贝进来，因此进入档案总管，再进入 Downloads， 再用贴上。接着我们就来执行 Node.js 目前使用的是 19.4 这个版本。点击下一步，勾选同意，下一步。它预设会装在 Program Files 的 Node.js 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再点击下一步，再点击下一步。这个他说需不需要把需要的档案也给复制进来，我们不用勾选，再点击下一步，然后最后再点击 Install。再点击 Finish 就完成它的安装了。再进入命令提示资源来看一下，验证一下它的版本是不是有正确的安装。因此我们点击这个 Run， 然后执行 CMD 进入命令提示资源，然后输入 Node 空一格减号 V， 看一下 Node.js 的版本它已经正确的安装好了。同时我们会使用 Node.js 的一个套件管理程式叫做 npm， 我们也看一下是不是有正确的安装好，因此输入 npm 空一格 -v。 好，它也有 9.2.0 的这个版本显示出来，表示我们的 Node.js 跟 npm 都已经安装成功了。然后接着我们继续来安装 Rust。Rust 下载的档案是 rustup-init 这个执行档 ，double click 它会进入命令行，这个时候就只要选1使用这个快速安装。Rustup 同时会把需要的 Visual Studio 的工具给一起下载下来。它已经把 Visual Studio 的 Installer 给开启起来，继续点击下一步。这个会下载一阵子，然后它就会自己进行安装的处理。我们只要这2个需要的元件给勾选起来，然后接着点击下一步。Visual Studio Build Tools 安装好以后，继续回到命令行，继续来安装 Rust。首先就是点击1，使用预设的安装。需要的档案都下载完毕以后，接着再点击 Enter 键就可以继续。
那么整个 Rust 的环境也就安装完毕了。接着我们来设定执行的路径。那我们只要把 Rust 的路径跟 Node.js 还有 npm 的路径都给加到 Paste 这个环境变数里面，让我们在命令行执行的时候能够找到相关的指令就可以了。我现在把这一些路径的设定也复制起来，再回到 Sandbox，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产生一个批次档来做这一些设定。假设我的批次档叫做 gen.bat， 我把刚刚的设定给贴进来。接着我们还有一个工具要安装，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Pack 的安装呢，就是使用 npm 来直接安装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用 npm install-g pack-cli 就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到 Sandbox 里面，直接贴这一行指令，把 Pack 给安装起来。Pack 安装好以后，记得重新启用一个新的命令提示字元，所以现在重新再执行一次 cmd 来产生新的命令提示字元的视窗。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PAKE 按 Enter 看一下 Pack 是不是可以正确的执行。那它已经可以执行这个 Pack 这个指令了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来打包程式首先就是使用刚刚的这个 gen.bat。把路径给设定好，设定好以后就可以使用 Pack 的命令。Pack 的命令其实很简单，就是在 Pack 后面加上你要产生的网站的网址，后面再用_name 指定好产生出来的 MSI 的安装档的档名。那如果你想要给它一个预设的图示的话，就用_icon 指定一个.ico 的档案。我们这边有一个命令就是要来产生 diagrams.net， 也就是做.io 这个网站，就把这一行命令给复制起来，再回到 Sandbox 贴上来，直接按 Enter。注意现在我的环境里面并没有这个做.io-logo.ico， 因此它不会找到这个图示档它就会用预设的图示档。现在这个应用程式已经产生好了，接着来看一下这个安装档，它的副档名在 Windows 里面是叫做 MSI， 那么我们就产生一个做.io.msi， 那我们来执行它，它就会立即执行安装的程序。那接着都使用预设值，它预设会安装到 C 冒号的 program files 做 io 这个资料夹，安装。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因为还需要下载很多的不同的套件，因此所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是第二次以后呢，速度就会快很多了。接着来执行这个做.io 这一个应用程式。我们再来试第二个范例，产生 Google Keep。这个指令就是 Pack， 然后后面是 Google Keep 的网址，然后名称要把它叫做 Keep.msi， 后面加上这个 -transparent 是让它标题可以变成是透明的，但是在 Windows 里面呢，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差异，那也许在 macOS 会有不同的样子的呈现。我们就开始执行，那请大家可以注意，就是这一次的执行其实速度就快很多了。刚刚做.io 已经把需要的套件都已经给下载下来了。那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做.io 在我这个 Sandbox 里面并没有执行起来，但是事实上在我自己本机的环境里面，我们来执行看看这个就是我本机产生的做.io，做.io.exe， 它会马上就可以执行起来。但是在刚刚在 Sandbox 里面呢，它却没有正常的执行起来。那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各位在打包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你打包出来的程式有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再回头看一下这个 Keep， 它正在编译，现在已经产生了，所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就会有一个 Keep.msi， 就直接执行它来做安装。好，安装。你看它的安装，其实第二次以后就会非常快速，然后接着再让取 Keep 把这个 Keep 给执行起来，然后它已经在背景执行起来了。那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需要做第一次的登录比如说我用我的账号登录。接着就已经进入 Keep 这个网页了。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 Pack 这个工具，它可以打包任何的一个网站的服务。那当然就是你打包完以后要执行看看，确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比如说我有试着打包过 Notion， 那 Notion 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然后我们的 Sandbox 里面呢，刚刚的做.io 呢，它也没有启动起来。那因此就是打包完以后呢，各位可以执行看看是不是它能够正常的运作。那有需要用执行档的方法来执行网站服务的人，可以来试看看这个打包工具，可以说它是非常简单。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